巴登福腾堡级巡防舰是德国在1997年左右开始规划的新一代舰艇，用以替换布莱梅级巡防舰，用以执行防空、反舰、反潜、火力支援以及维和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支持多国联合行动等多种任务。但也因用于维和行动等低强度且较和平的行动而装置了水炮等非致命武器。舰名均源于德国境内各州名称。在完成 F-124防空巡防舰的设计之后，德国海军紧接着在1997年左右开始规划新一代的舰艇研发，这就是 F-125巡防舰计划。起初 F-125被规划成一种拥有诸多崭新技术特征的舰艇系列，范围涵盖排水量6000吨区域防空舰艇到排水量不满1000吨的小型巡逻舰，战力与9000吨级的美制神盾驱逐舰相当。不过，由于这个计划太过前瞻远大，对中短期的需求反而不切实际，因此 F-125在2000年代初期便转型为较为务实的方案，发展一种以对地投射武力、支援登陆作战为主要任务的通用巡防舰，用于取代8艘 F-122布莱梅级巡防舰。至于125的原始构想，则被 FDZ-2020防空舰等计划来继承。F-125不仅是德国海军新一代的舰艇，运作理念与基本设计源于德国国防军的新一波转型。依照德国在2006年10月25日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德军展开新一轮大规模组织改革，打破过去陆、海、空3个军种的传统划分方式，完全依照部队任务而区分成3种，包括负责在世界各地执行高强度联合作战的快速打击部队，负责国土防御与国际维和等中低强度作战任务的稳定部队，以及专门负责后勤支援与国内安全的支援部队。依照新的作战架构， F-125属于稳定部队的一员，任务包括作为维和作战或人道救援行动的指挥舰，支援反恐与特种作战，提供中短距离的联合对地火力支援，平时的海上治安维护、经济海域保护、领海与交通线巡护等例行勤务，并参与中低强度的作战任务。巴登福腾堡级的舰体基本设计将以 F-124为基础，起初规划的满载排水量约在5500吨，后来增至7200吨。不同于法意合作的 F-2EMM 多用途巡防舰以反潜、水面作战任务为主，再加上一定程度的陆攻能力，巴登福腾堡级的设计一开始就围绕着对地武力投射以及高低强度水面作战为主。巴登福腾堡级主要作为对陆地的火力投射平台，以及特战部队进出敌国沿岸的海上基地。舰上不仅拥有形式多元的陆攻武器，也将配备较多的高速快艇。此外，舰上还必须容纳额外的高层指挥人员，以满足对陆地作战时的直管通勤需求。透过资料链系统，能连接友军海上、空中与陆基单位的进行协同作战。巴登福腾堡级十分注重舰艇存活设计，全舰纵向由5道具有防爆能力的防爆水密舱壁分隔成6个损管区，每个损管区域的重要设备如发电、输配电、消防、平台管理都能各自独立运作。每2个相邻的损管区又划分为1个损管区段，因此舰上总共有3个损管区段。舰上的系统采用昂域配置，各项重要系统均配有2套，并设置于舰上不同位置，例如舰上的相位阵列雷达天线以及其他直管通勤相关设备分置于2个塔式轨杆内，而不像 F-124萨克森级集中于同一座，以避免受损便导致整个系统瘫痪的情况发生。舰上的烟囱整合于后部塔式轨杆内，并以冷却措施来降低热讯号。巴登福腾堡级编制110到120名左右的船员。此外，舰上还拥有搭载50名特战人员或司令部指挥人员的额外空间，必要时舰上的额外起居空间最多能容纳70名人员。巴登福腾堡级的前轨杆后方的甲板空间可以安装2个20英尺标准货箱，用来安装储存特战部队所需的相关设施，包括独立的指挥室以及与枪械弹药室，能支援规模50员的特种部队。舰上搭载的4艘快艇与直升机也可支援特种作战。此外，巴登福腾堡级的空间余裕也可作为海外撤侨或者有限度的人道物资运送。在经济巡航时，巴登福腾堡级以柴油发电机组驱动2具推进电动机，带动双轴螺旋桨，
此种模式下最多可达到20节的巡航速度。航速18节时，续航力约4000海里；航速12节时，续航力约5000海里。在加速时，燃气涡轮便接上推进器，可获得26至27节的最大速度。